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我们现在试驾的这个是什么？雅马哈的R7，新的R7。哦，现在终于来白嫖了。前面是有引导车辆的，今天应该肯定是跑得很慢的了，就是了。不过R7这个东西吧，对吧？我们先开始吧。哦，哇，这个离合器超级轻的，哦吼！哦，这个刹车有点重。哦，这个，这个R7骑起来好舒服的是吧？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哇，这太好骑了吧，这有点不可思议。这有点太好骑了。哦，这个转弯，这个超低速的转弯，哇，这个转弯也真的是非常给力啊！哎，这整一辆车感觉啊，哦，这个离合器线性，这个上来的这个动力，不过这个回油了之后，然后这个引擎的制动还是很强的。哇，然后这个姿势真的是很战斗。作为这么一个车排量的车来说，然后这么一个定位的车来说的话，这个姿势真的是非常的战斗啊。哎，这个反光镜，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哦，这个整体的这个从这里看上去，哇，好小的是吧？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而且这里好瘦啊，这整一辆车都好瘦啊。哦，这个加速感，这个加速感和这个震动，这个给力。哦，这个是非常给力的，它这个震动是有的，这个震动，而且还是从非常低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震动上来的。但是它这个震动啊，真的是不是那种很密集的这种超级累的这种震动的，它相对的还是这个震动还是，颗粒还是比较粗糙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样的话，这个车的震动应该还是不错的。其实啊，我查了一下这个车，尤其是它开发者的一些讲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弄的，是按照什么定位来开发这辆车的？感觉这个车非常出乎意外的。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中量级的一个仿赛，去争这个中量级谁最厉害的一个仿赛，但是其实它不是，它这个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这个的话还是需要大家在买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的。它这个追求的东西，首先一个它针对的一个人群是什么呢？就是新手和其他的小排量的车换上来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些人群他这个上来了之后，首先这个是每天都要骑的。那当然了，现在我骑上来的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每天要骑，当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轻量，然后非常的好骑。然后前倾的这个姿势的话，虽然说它前倾是挺厉害的，但是呢，它其实这个坐上去了之后，像我感觉的话，还是比公升级的仿赛这个骑姿要好了不少。每天骑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当然了，这个骑姿的话比R3什么之类的这种车的话，肯定是要战斗不少，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作为一个你这以后要升级成公升级的人，然后你现在想要练手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做的非常的不错，这个目的非常的明确呀。这是一部分，这个是它针对的一部分人群，然后另外一部分针对的人群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当然了，国内的人的话，现在可能还做不到这个在这个人群里面，当然有一部分人可以，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行的。就是你拿一个这样的车，然后你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
到赛道里面去跑，跑了之后呢摔了之后呢，你要能够马上修好它，对吧？它是作为一个这样的平台做出来的啊，这个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它居然做了这么一个平台。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它的定位其实跟铃木的 SV650是一个意思的啊。当然了，铃木的 SV650，它这个对吧？这个平台的话，别人改装成什么仿赛啊什么的，加整流罩稍微有点困难。然后反正在亚洲这边，然后各种赛事里面或者人家在玩的时候啊，基本上没有看到过 SV650这个改装车，可能在其他国家里面比较流行啊。然后这个车的话就是什么呢 ？SV650它出来的是一个复古车，整流罩什么的都没有的。然后雅马哈呢就给你做这么一个平台，就是让你去赛道里面跑，给你加上整流罩，把这些东西给你加上了之后，那么你就可以去了吧，对吧？那你就不用像直接到赛道里面去跑的话，你就不用自己去加什么整流罩，自己去找这些东西了。雅马哈都给你准备好这些东西，他说了，我给你准备好，你只要去摔了之后你就换就完了。然后有些人肯定会说啊，摔了之后要换，那我得找这个配件，这个配件不是很难找吗？它一个R7刚新出的一个车，对吧？这个配件肯定现在还没有了。哎不，啊，首先一个这里这个风挡，这个风挡是跟R6是一样的，看 R6的这个风挡可以直接用在这个风挡上面啊，这是一个。然后尾灯的那一部分，包括坐垫，你可以改成一个驼峰。然后它这个东西的话是跟 R1是通用的，那 R1也出来很久了，R6那当然了，现在肯定是各种配件满天飞了，对吧？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吧？这个配件你换了之后，有很多的配件可以去选，然后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把成本给压下来了。所以一些刚刚到赛道里面去的人，比如说他觉得我肯定会摔的，那这样的话，这些人的话就肯定就会选择这辆车，因为这辆车的配件啊什么的都很多。这个也真是雅马哈考虑的也是比较周到的一个点了。所以说，我去。我靠，像刚刚这个啊，大家可能在我现在的这个广角上面看的可能不太危险，刚刚太危险了，这个已经差那么整整几厘米吧，我就要撞到他了，哇，这太夸张了，这个人。好，这个也说明了，就是刚刚我一个急刹车，对吧？急刹车没有出 ABS， 它这个刹车的力度也是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好。那当然了，这种情况，对吧？这种情况还是最好不要出现了。但是它出现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辆R7，虽然说它全身都没有电控啊什么的，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不太好啊，或者怎么样？当然了，没有电控的话，在一些比如说下雨啊、下雪啊这种场景里面的话，肯定是还是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你每天城市骑行上班，你比如说就在好天气出门啊什么的话，这个车的话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只要注意，看天气预报，或者说你碰到了雨天，你可以躲一躲，或者在雨天的时候不要太夸张开的。那这样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尤其是像这种没有电控的，那么选择轮胎啊什么的就要选的稍微好一点啊。我真的可以告诉你，这个车非常非常适合新手。这个骑姿。我来说，这一点都不累。我骑这个车真的是一点都不累。然后虽然说这个坐垫有点硬，但是又不是硬到特别像铁板的这种感觉，全部都在很微妙的一个比如说像什么一个次元比较高的地方有一个平衡点，在这种感觉上面，就是它给你做的就是这种感觉的。所以说吧，这个车的话，从日常骑行到赛道里面都能够满足很多人的要求。这个平台做的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但是你如果要作为一个，就比如说去争夺
中量级仿赛的这个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需要还怎么说呢？真的在赛道里面要去拼名次啊什么的这种很专业的地方的话，这辆车的话，也许并不是适合这种的。尤其是比如说你拿这辆车现在来跟 RS660相对比这个两个车的这个感觉就不是在一个点上面的。这个车的话呢，就更偏向于像忍者400啦、忍者650啊之类的那个地方的。当然了，比忍者650和忍者400之类的更接近于让你去赛道，为了让你去赛道的一个车，所以相对的做的还是比较战斗的，并不是偏向于像 R1、R6这种方面的车。然后它的开发的时候，他也说了，这个车的话就是每天的就是让你去快乐的骑行它的这个意思开发出来的。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就不是像那种公升的仿赛啊什么的，就完全就是就拼速度，这个上面的数据是有多么的厉害它这个的话就是相对的，就是怎么好骑怎么来，怎么能够让你提升水平怎么来。所以说电控它也把它全部去掉了，对吧？电控去掉也是一个提升水平的地方，这个毋庸置疑的嘛。确实这个真的是力量非常的够这个是真的非常的给力。然后爆发出来的这个力量呢，其实跟大排量的那些仿赛真的是非常的接近的。但是它这个震动什么，然后整体的这个感觉什么的，全部都是感觉是还是日常骑行的这个风格的。所以这个车真的是很牛逼的一个车我发现。OK， 那么我们到了所以这个车不管是在各种地方这个真的是刚刚有说到的这个地方是跟 R1 通用的。哇，这 OK， 那么今天我们的试驾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